你哋咪成日都覺得經常疲倦、體力下降、成日頭暈頭痛，或者集中唔到精神，甚至有焦慮、抑鬱呢啲嘅症狀出現呢？唔通呢啲就係長新冠？如果話俾你聽有一個方法，唔需要錢，只需要靠你嘅自律性就可以根治到頭先嘅症狀，你願唔願意相信？你又願唔願意去做呢？Hey, what's up YouTube？ 我係 Valerie， 一個中意研究個人成長嘅內容創作者，歡迎你嚟到我個 YouTube channel。最近呢，有一個新嘅習慣，就係我每日咧都會睇30分鐘至到60分鐘嘅書嘅。咁所以睇完一本書呢，其實好想做一條類似閱讀報告咁樣嘅片俾大家啦。就去分享一下究竟我對呢本書有啲咩睇法，又或者推薦一啲好書俾大家，又或者為咗幫大家節省時間啦。咁啊睇咗呢條片呢，就等於讀咗一啲最精華嘅內容。希望你哋中意閱讀系列嘅片呢，其實我就想係不定時咁樣更新啦。不過如果你 subscribe 撳埋 notification bell 呢，其實呢個 channel 每個禮拜都有個人提升嘅影片更新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睇過嘅一本書，叫做為什麼要睡覺 Why We Sleep。呢本書呢，其實係喺2019年啦 Bill Gates 嘅年度書單裏邊推薦嘅書嚟嘅。作者呢 Matthew Walker 其實係一個英國嘅科學家，佢咧探討睡眠咧對人類嘅健康同疾病嘅影響嘅，亦都曾經咧為 NBA 啦同埋 Google 咧擔任過呢個睡眠嘅顧問嘅。究竟一開始我提及嘅症狀係真係而家成日流行聽得到嘅長新冠，定還是只係最常見嘅睡眠不足呢？如果你哋有留意呢，其實長新冠嘅症狀呢係幾乎涵蓋晒你日常經常都存在嘅症狀嘅，頭痛、頭暈、疲倦、腦霧啦，甚至佢哋會講話阿茲海默症嘅記憶問題，佢都提及到情緒變化啦、睡眠障礙啦，又或者一啲心血管症狀啊、腸胃消化系統啊、食慾不振、肚瀉噏得出嘅都有。喺你尋求醫學嘅服務之前呢，其實有冇諗過可能只係睡眠不足而導致有呢一啲嘅症狀呢？喺我睇呢本書嘅時候，我就不斷發現原來睡眠真係影響我哋好多嘢，只係好可惜咧，人類根本冇當係一回事，太習慣自己咧係睡眠不足啦。根據本港嘅一個創新企業 Sleep 喺2020年嘅一項網上問卷調查呢，受訪者認為每日足夠嘅睡眠時間呢，平均係6小時，但係實際喺佢受訪嘅前一個禮拜，睡眠嘅平均時間呢，只有4個鐘頭。超過50% 嘅人呢，表示自己嘅睡眠時間不足啦，甚至係非常不足啦。書中亦都有提及啦，其實當你睡眠不足嘅時候呢，其實係無法評估自己嘅狀況究竟有幾咁差嘅。佢係話一個人如果睡眠連續幾個月甚至幾年受到限制呢，對自己嘅表現缺失、警覺性降低同埋活力減低呢，都會變得習慣。當你去尋求醫學角度嘅解決方法之前，包括我上網見到嘅有唔同嘅醫療服務啦，又或者一啲健康食品嘅一啲嘅產品銷售啦，好得意嘅共通點呢，就有一樣嘢就係佢列出唔同嘅症狀之後呢，後邊嘅解決方法就係佢嘅醫療角度或者佢嘅產品點樣可以幫你解決到呢啲嘅症狀，但係都冇提及嘅就係睡眠呢一樣嘢。睡眠喺唔好講香港啦，我講緊全世界呢，其實都不受到重視。老實講，你喺書局見到呢一本書嘅時候，第一個想法會係咩呢？可能你會覺得瞓覺都要睇，瞓覺你都要知咁多嘢，好簡單，想瞓咪瞓啦，我一瞓上床就瞓得着噶啦。瞓覺都要學，有冇諗過其實瞓覺都真係要學嘅？但好可惜，咁簡單咁基本嘅一個生存需要呢，我哋由細到大都冇被教育過。人有啲乜嘢係必須要有先至可以生存到？喺睇呢本書之前呢，其實我都會答呢3樣嘢：水分啦、氧氣啦同埋食物啦。人類缺乏呢3樣嘢之一呢，都生存唔到嘅。
但睇呢本書之後，原來發現睡眠都係因素之一嚟。睡眠缺乏呢係會導致死亡嘅。書中呢係用咗唔同嘅研究啦、事實嘅記錄啦、實驗啦，去證實呢其實人唔瞓覺呢係會死嘅。有一個個案呢，就係話一個芝加哥嘅中學教師啦，佢呢40幾歲嘅時候呢，就開始因為失眠咧嘅問題就開始即係受到困擾啦。初初都誤以為咧，可能係身邊嘅環境導致佢有失眠嘅狀況出現啦。但係後來咧，即係一路揾醫生去求醫啦，都幫唔到佢揾出失眠嘅原因。最後呢個教師咧，最終發展為完全冇辦法瞓覺啊！佢甚至用安眠藥啦，或者鎮靜劑咧，都冇辦法令到佢可以入睡。連續8個禮拜冇瞓之後咧，其實呢個教師嘅心智能力咧，好快就衰退啦。身體狀況亦都開始迅速惡化啦，直到佢失去睡眠6個月之後呢，甚至其實佢係已經臥病不起。最終呢個教師呢，死於非常罕見嘅遺傳疾病啊，稱之為致死性家族失眠症。呢一種疾病呢，其實係冇辦法醫治嘅，亦都冇辦法痊愈嘅。診證出呢一種病嘅人呢，通常喺10個月內呢就會死亡噶啦。所以呢個個案呢，其實都教識我哋一課呢，就係唔瞓覺其實真係會死嘅。甚至呢，由於長時間睡眠剝奪對身心嘅禍害呢，令到健力士世界紀錄喺1980年代呢停止認證任何同睡眠剝奪有關嘅世界紀錄，甚至亦都刪除一啲舊嘅紀錄啦，就避免去鼓勵一啲人呢去進行呢一種刻意唔瞓覺嘅行為。咁當然呢一個都係一啲極端嘅例子啦，喺理論上冇辦法完全做到將近10個月都唔瞓覺啦。照道理我哋都唔會咁樣刻意去折磨自己嘅。咁但係我哋每日淨係瞓得4個鐘、6個鐘，又係咪真係夠呢？其實係咪真係必須要每日8個鐘呢？有冇咁樣嘅必要呢？世界上冇一種物種呢，其實係唔需要瞓覺嘅。無論係動物、昆蟲、植物甚至細菌呢，其實都會有一啲唔活躍嘅時期咧。更何況係人類呢？世界上面嘅演變呢，慢慢都幫我哋剔除咗唔少嘅一啲嘅習慣啦，又或者一啲不必要嘅行為啦。咁但係仍然都會保留翻睡眠喺度喎。其實睡眠對我哋嚟講究竟有幾重要呢？問你一個問題啊，你尋晚瞓咗幾多個鐘？有冇留意自己瞓咗幾多個鐘？你點樣去數自己瞓咗幾多個鐘呢？我估絕大部分人呢應該都會係根據自己幾時熄燈，到第二朝幾多點起身，呢一個呢就係你哋瞓覺嘅 period， 就覺得自己係瞓咗咁多個鐘。書中提及呢，其實要釐清翻睡眠機會同埋睡眠時間嘅分別。咩係睡眠機會呢？睡眠機會係指呢，頭先講啦，你熄燈，譬如係每晚嘅12點鐘，去到第二朝你起身8點鐘，呢一個呢就係你嘅睡眠機會。但係實際嘅睡眠時間呢，其實可能係頭尾減翻可能半個鐘頭到啦。咁可能你實際只係瞓得7個鐘嘅啫。所以如果真係每日想有足夠8個鐘頭嘅瞓覺呢，可能你要俾9個鐘頭嘅睡眠機會自己。但係對香港人嚟講，其實睡眠係一件好奢侈嘅事。俾9個鐘頭去瞓覺，究竟值唔值得呢？作者咧不斷喺書入邊咧強調一點，睡眠一旦被剝奪咧，點樣補眠都補唔翻嚟嘅。要解釋呢一樣嘢咧，就要先解釋咧就係人嘅睡眠模式。進入睡眠狀態嘅時候咧，其實人嘅腦波咧係會有唔同嘅結構嘅。人嘅睡眠模式咧主要分為2種，一種咧就係叫做非快速動眼睡眠，你可以稱之為深層睡眠。另一種咧就係叫做快速動眼睡眠，亦都可以叫佢做發夢嘅階段。雖然人咧喺瞓覺嘅時候咧，表面其實係好似完全冇喐動啊，咩動靜都冇啊，但其實大腦咧一路都喺度運作當中嘅。非快速動眼睡眠，大腦做緊啲咩呢？就係將我哋嗰日嘅記憶整理。大腦有一個區域咧叫做海馬體，我會將佢形容為係一個 USB 手指。我哋每日咧都會將收翻嚟嘅資訊啦，又或者可能你係學生，每日都要讀書翻學得翻嚟嘅所有嘅資訊呢，都係儲存喺呢一個嘅 USB 手指裏邊嘅。
咁大家都知啦，USB 手指其實係有限嘅儲存空間嚟噶嘛。海馬回都係嘅，係有一個好似海綿咁樣，佢每日都會吸收唔同嘅資訊，但係佢係有上限嘅。所以睡眠呢，喺呢一個非快速動眼睡眠嘅呢一個階段呢，大腦就係將我哋喺呢一隻 USB 手指嘅所有資訊去搬去長期嘅記憶空間，同時咧亦都篩選翻一啲唔重要嘅資訊咧，就將佢剔除嘅。而另外咧就係快速動眼睡眠，即係發夢嘅呢一個嘅週期咧，係主要係掌管一啲創意思維嘅，甚至係一啲情緒嘅思維嘅。如果你哋會講一句嘅就係我瞓醒覺就冇事噶啦，呢個係原來係有根據嘅。喺發夢嘅呢一個階段呢，其實大腦就係幫我哋去整理緊一嗰啲思緒。書亦都提及呢，就係撫平傷痛呢，其實唔係時間，而係花時間呢喺快速動眼睡眠嘅呢一個造夢階段。書入邊用咗一個實驗呢，去到提出一個理論呢，就係快速動眼睡眠嘅造夢狀態，以及反映出夢入邊嘅腦內壓力化學物質降低咗呢個特定電活動嘅模式，決定咗每一個人呢夜間治療嘅成功程度。所以呢，就唔係因為時間去幫你去療傷，而係呢花咗喺造夢睡眠嘅時間呢，提供咗一個情緒嘅修復。另外咧，快速動眼睡眠咧，亦都掌管咗人嘅創意嘅。舉個例啦，就係 Beatles 裏邊嘅 Paul McCartney，佢嘅作品咧 Yesterday 同埋 Let It Be 都係喺瞓覺嘅時候得嚟嘅靈感嚟嘅。所以翻轉頭啦，如果瞓得少，究竟對我哋有啲咩影響呢？其實得嚟嘅就係呢兩種嘅睡眠模式咧，就會變咗唔平均。因為咧喺呢8個鐘頭嘅睡眠之中咧，其實非快速動眼睡眠咧係佔咗前半夜嘅上風，快速動眼睡眠咧就係喺天光前後佔咗上風嘅。所以呢一種嘅睡眠結構咧，其實係有一種風險存在嘅。假設你同朋友出去玩，夜咗翻屋企，夜咗瞓覺啦，咁你就可能會缺少咗部分嘅非快速動眼睡眠啦。又或者聽朝有個會一早要開，我早咗起身啦，變咗咁就會缺少咗部分嘅快速動眼睡眠啦。所以呢種情況呢，就好似我哋飲食唔均衡一樣，可能你只係偏向攝取碳水化合物，但係就缺少去攝取蛋白質，而導致營養不良。因為非快速動眼睡眠同埋快速動眼睡眠呢，其實對身心呢都有住唔同嘅功能嘅。無論缺少邊一種都好啦，都導致到身體啦同埋心理嘅健康造成問題。而書中亦都提及到咧，如果你缺少咗呢啲睡眠嘅時間呢，無論點樣補眠呢，其實都補唔翻嚟嘅。例如你平時1至5翻工，我淨係瞓6個鐘嘅啫，放假我就補眠補夠10個鐘，其實都補唔到翻嚟嘅。講起放假瞓10個鐘呢，瞓得太多又係咪另一個問題呢？酒精係咪可以幫助睡眠呢？點解年紀越大就越捱唔到眼瞓呢？究竟點解我哋會失眠呢？如果呢啲都係你日常會接觸到嘅問題呢，俾2個解決方法大家。第一就係可以去買呢本書，即刻睇晒呢本書呢，其實裏邊已經解答晒頭先所講嘅所有問題噶啦。但如果你哋係冇時間睇書嘅，唔緊要，因為其實呢，要我用10幾分鐘去講晒裏邊嘅精華內容呢，其實係冇可能嘅。我會將呢條片呢分成下半部分去解答翻頭先所講嘅所有問題，又或者 click 翻呢一度去睇翻一條片啦，或者 click 呢一度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呢，我下個禮拜就會 upload 呢一條片噶啦，或者撳呢一度就睇翻 YouTube 推介俾你嘅影片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